男人因為買不起房，便盤下村口的廢棄桶倉改造翻新，不僅配備逼格拉滿的私人酒吧，還有360度環繞視野的觀景台。閒暇之餘還能約上有女友仔，在戶外露台 barbecue。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2根。隨着桶倉牆體的修復完成，威廉和亨利用 3D 建模設計出屋頂，有了詳細的圖紙，就可以開始對木材進行加工。他們很快就在方木上加工出榫槽和榫眼，而後再搬到寬敞的地方進行組裝測試。別說這兄弟倆還真有2把刷子，工具齊全不說，還對榫鉚技術略知一二。拼裝好的八角底座很快呈現眼前，接着他們繼續加工立柱和船子。为了保險起見，同樣要先進行組裝測試。經過幾次調整之後，純實木打造的預製屋頂總算完成。為了更方便地將屋頂裝到桶倉之上，需要先搭建出頂樓的地板作為落腳點。於是他們拿來方木和角馬，直接釘在石牆上構建出地板的龍骨。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他們不惜晝夜加班趕工期。隨着龍骨安裝到位，就可以拿來膠合板開始密封。由於是圓形的結構，邊緣部分都要經過精準測量，之後把木板才切成弧形，才能確保地板與牆體之間嚴絲合縫。有了安全的落腳點，屋頂的安裝工作就方便許多。雖然之前已經經過組裝測試，但高空作業難免有些危險。於是這哥倆特地拉來2個工具人壯膽，在工具人的輔助下，他們連夜將底座給安裝到位。次日一早再繼續屋頂船子的安裝。由於木材都是事先加工好的，整個過程就像在拼裝一個大型的積木。當所有配件都各就各位後，接口處再打上木銷和螺絲釘2次加固。為了防止屋頂被吹飛，與桶倉的連接處還要敲入鋼筋加固。隨着框架的安裝到位，繼續拿來木板對屋頂進行密封。為防止被雨雪入侵，還要再覆蓋上一層彩鋼瓦。在安裝玻璃窗之前，四周暫時罩上一層塑料膜過渡。現在屋頂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。為了提升筒子樓的逼格，他們還設計了一個直達2樓的門廊。由於之前已經將地板給澆築好，現在只需加工好搭建所需的木材，就可以正式開始門廊的搭建。為了得到一根直達2樓的立柱，他們先給方木的2側分別鋸出缺口，之後再進行無縫拼接。完事後就可以把立柱給支棱起來。架上的橫梁同樣是用榫鉚連接，不過為了更加穩固，接口處還要打入木銷2次加固。在確認達到水平之後，底部才擰上角馬牢牢固定好。方木一端鋸出豁口，直接卡在橫梁上，另一端則直接用角馬往石牆上釘，就得到了門廊屋頂的船子。其餘的船子也是同樣的按部就班。完事之後，再將多餘的部分給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就可以直接鋪上木板進行密封。為了提升屋頂的防水，上面先覆蓋一層塑料膜，而後嵌入泡沫板絕緣保溫，最後再覆蓋一層彩鋼瓦，與艙頂達到風格上的統一。隨着門廊洗封經頂，屋外很快被厚厚的積雪覆蓋。時隔多年，廢棄的桶倉終於再次擁有屋頂的庇護。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對室內進行裝修。為了方便上下閣樓，他們先在桶倉開口處安排一個木梯，接着拿來木板密封好屋頂四周的縫隙。考慮到裸露的地板龍骨不太美觀，還要拿來木板對地板底部進行密封。由於是弧形的牆體，每一塊木板都需要經過精準的測量之後才切出相應的弧度，才能確保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。這看似簡單的工作足足耗費了2天半的時間，上面同樣也要鋪設上實木地板。完事之後，拿來洗刀在地板中心掏個缺口，接着利用鉛錐的原理做好4角定位，這將成為他們桶倉改造的點睛之筆。在搭建2樓的地板時，同樣是先用角馬在牆上固定好龍骨。隨着內部的地板鋪設好，他們繼續往外延伸，在門廊中間構建出地板的托梁。完事後再鋪設上膠合板。現在桶倉改造的樓層分割工作就算完成了。